走进全岛各大公立医院的急诊室，能直接看到候诊区满座的病患。根据卫生部的数据，部分公立医院在高峰期的非紧急病例等候时间已经超过7个小时。陈笃生医院和新加坡中央医院的床位占用率常年维持在85%以上，说明现有的医疗资源分配已经达到上限。增加医生和护士的招聘名额，无法在短期内解决排队问题。培养一名专科医生需要10年以上的周期，即使是全科医生从医学院毕业到完成规范化培训，也需要至少7年。引进外籍医护人员也面临配额限制和跨文化沟通的成本。新加坡护士协会的数据显示，每年有大量资深护士因为工作强度过大而选择提前退休，人员流失进一步加剧了排队等候的时间。当人力供应受到客观物理条件的限制，人工智能成为提高诊断效率的有效技术手段。我们不能仅仅把这看作是一次软件升级，这是一场针对公立医疗系统运转效率的全面改造。政府的测算表明，如果不改变现有的诊疗流程，到2030年，国家需要额外增加至少3万名医疗保健人员才能维持现有的服务水准，这在总人口不足600万的国家是无法实现的。除了临床人员短缺，医院行政管理也面临人员老化的挑战。接下来我们将用具体的数据和临床案例，分析新加坡中央医院等机构正在推进的技术应用，探讨这些系统如何改变诊疗流程。根据官方发布的人口白皮书，到2026年，新加坡65岁以上居民占比将正式突破21%，国家将正式进入超老龄化社会。这意味着，在祖屋区和咖啡店里，每5个人中就有1位需要长期进行慢性病管理的年长者。他们面临高血压、糖尿病和失智症的长期健康风险，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带病生存的年限也在同步增加。现实的约束条件在于，医疗专业人员的数量无法在2年内实现同等比例的增长。目前，新加坡每1000人拥有的医生数量约为2.6名，这个比例低于部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应对这种供需失衡，政府的方案非常务实，不依赖单纯增加人手，而是将医疗人工智能系统纳入国家级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国家人工智能战略2.0将医疗保健列为核心发展领域之一。政策制定者明确指出，必须用计算能力来弥补人力缺口。如果继续沿用传统的人力密集型诊疗模式，医疗体系的运转成本将大幅增加。卫生部的年度预算已经从10年前的40亿新元增长到近200亿新元，预计到2030年，全国医疗保健支出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如果不引入自动化技术降低单位诊疗成本，未来的财政支出将面临显著压力。高昂的医疗支出最终会转化为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的负担。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不仅仅是患病人数的增加，更是疾病复杂度的提升。一位70岁的患者可能同时患有心脏病、糖尿病和轻度认知障碍。传统的单科室问诊模式会导致患者在不同科室之间反复奔波，每一次问诊都需要重新查阅厚重的纸质病历或复杂的电子记录，跨科室的信息核对耗费了医生大量精力。那么这套医疗体系运转的技术设施，具体是如何在临床环境中部署的？全球有众多科技公司投入医疗人工智能的研发，但很多项目因为脱离实际临床需求而失败。软件工程师通常不了解一线医护人员面临的具体问题，开发出的系统往往要求医生在看诊时额外输入大量结构化数据，这反而增加了医生的工作量。新加坡的做法是直接让公立医院主导研发过程。以新加坡中央医院为例，他们的研发项目完全由临床需求驱动，医生不仅是技术的使用者，更是产品定义的核心成员。Think Health 推出的手术期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麻醉科医生每天需要花费大量时间阅读患者病历并制定麻醉计划。术前评估是一个极为繁琐的过程，医生需要核对患者的过敏史、用药记录和各项血液指标。现在系统会提前与患者进行对话，收集病史数据并自动生成初步的麻醉建议和护理计划供医生审核。这项应用每年为医疗团队节省了660个小时的工时。糖尿病患者每年需要进行视网膜病变筛查，过去需要专业的验光师和眼科医生人工阅片，患者往往需要等待2到4周才能拿到报告。现在，人工智能系统可以在几分钟内自动分析眼底照片，准确识别微血管瘤和出血点。当人工智能接管这些耗时的高频重复性工作，医生就能把时间留给病情更复杂的患者，技术在此时才算真正发挥了效用。但新加坡的技术规划不仅限于大型医院的手术室，如果医疗人工智能只部署在大型公立医院，它只能服务于已经发病的少数群体。新加坡目前的布局是将这些技术应用延伸到各个社区诊所，这与全面推行的健康 SG 计划密切相关。
在这个国家级预防医疗体系中，人工智能是全科医生桌面上的辅助工具。它的目标是将医疗干预的时间点大幅度提前。新 Health 推出智能医护系统，改变了慢性病的管理方式。过去糖尿病患者需要每个月前往诊所测量血糖并调整用药，现在患者在家里通过便携设备完成日常监测，数据会实时同步到国家电子健康记录系统。一旦系统发现血糖波动异常，会自动向社区医疗团队发出预警，医生可以通过远程会诊及时干预。这种模式减少了患者前往诊所的交通和排队时间。政府宣布未来5年投入超10亿新元支持人工智能发展，其中专项资金被用于建设连接公立医院、社区诊所和家庭的数据网络。这套网络能够整合患者在不同医疗机构的就诊记录。当一位高血压患者在综合诊疗所配药时，系统会自动提示他近期在私人全科医生那里的检查结果。这种信息互通减少了重复检查的费用，也避免了药物冲突的风险。基层全科医生因此获得了媲美大型医院专科医生的信息支持。通过自动化系统进行大规模和低成本的早期疾病筛查，可以在高血压和糖尿病恶化前进行医疗干预，预防一名患者发展为尿毒症并需要长期透析。每年可以为国家节省超过3万新元的医疗补贴，这比未来新建大型综合医院更符合经济效益。当技术改变了疾病预防的流程，它不仅提升了公共健康水平，也产生了显著的商业外溢效应。本地拥有涵盖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等多族裔的高质量临床数据，这对于训练没有种族偏见的人工智能模型至关重要。如果一个皮肤癌筛查算法只使用单一肤色的数据进行训练，它在面对其他族裔患者时，准确率会大幅下降。新加坡的多元数据优势解决了这个技术难题。模型在这里训练后，具备了更强的跨区域适用性。一旦某项医疗人工智能技术在新加坡的医院完成临床验证，并获得卫生科学局的合规认证，它就能迅速进入周边东南亚市场。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国家同样面临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他们对经过验证的自动化诊断系统有显著的需求。对于科技行业的从业者和投资者来说，这种从技术落地到规则制定的过程，是未来5年值得关注的产业机会。新加坡的医疗人工智能发展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必要技术手段，它正在成为未来10年整个东南亚医疗体系的基础技术规范。在这个趋势下，无论是作为患者体验更高效的诊疗服务，还是作为从业者和投资者寻找下一个增长点，了解这套国家战略都十分关键。这不仅关乎医疗质量，也直接影响区域内的科技投资流向。目前公立医疗系统每天产生大量的医学影像和病理切片，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提高这些非结构化数据的分析效率，依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放射科医生每天需要阅读数百张 X 光片和核磁共振图像，视觉疲劳容易导致微小病灶的漏诊。如果能开发出更精确的图像识别算法，将进一步节省专科医生的时间。我们还需要关注人工智能在药物研发领域的应用。本地的科研机构正在利用机器学习模型筛选潜在的抗癌药物分子，这有望将新药研发周期从10年缩短到3年以内。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也在逐步应用于病历信息的自动提取，帮助医生更快了解患者过往的治疗反应。这些都是具备显著商业潜力的技术方向。你认为目前新加坡的诊所和医院里还有哪些耗时的流程是人工智能急需替代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你的看法。如果你想持续了解新加坡本地的科技项目进展和产业机会，请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视频继续用数据和逻辑分析科技行业的发展趋势。